我最近发现红糖居然是甘蔗做的，我寻这要在家也能做，那每个月就不怕肚子疼了。正好这几个老嫂子快到日子了，我今天买了200斤甘蔗。第一件事还是先上秤，但他竟然少给了我25斤。这张纸记录了善与恶呀！你就说这种卖家，他怎么让我在这迷人的互联网里继续投入真感情？然后给甘蔗搓个大枣，就准备给他蜕皮了。可能是最近总跟热带水果打交道的事，我们从来没干过这活，但是削皮却异常的熟练。削完这层皮，里边其实还有一层皮是耽误榨汁的，但这层用刀就不好削了，就只能用胖了。削了皮的甘蔗，先用锯给它拉断，然后用插菜板给它插成细蓉，这样等会儿好取汁儿。但是速度实在是太慢了，我们4个加起来1个小时就能插出40-50根。我一看这不行啊，这不又奔天亮去了吗？必须得用点科技手段了。然后我就点了个外卖，我又买了5个叉子，我看粗一点的能不能快点。插到后半夜2点多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快缺氧了，想吃点凉快的，就做了一锅炒酸奶，先精神精神。今天一晚上撒点坚果，哎，我吃太爽了。然后那天看直播的有印象吧？3点10分的时候，我们准时撂蹶了，剩那几根说啥也不干了，胳膊都麻了。我连夜把那个良心卖家的差评都改成好评了，而且这盆里的东西，我现在有点不能直视。这一捧拿起来，像不像把肉松和椰蓉放一起了？甘蔗和姜汁呀，正好这么一大锅，我现在都有经验了，这一锅最少6小时。然后想起熬椰子油的事儿，给我点启发。我这回先把明天早上的晚饭做出来，而且我看看这个红糖能不能抵得住海鲜的寒性。这锅糖水啊，熬了5个小时就很浓稠了，然后就生给它搅成太妃糖，这样就可以装模具了。后来冷却了，它居然真的变成红糖块了。这一大块看着多踏实，那老母牛肚子疼也够喝了。然后锅里还剩点嘎巴，赶紧盛出来给老嫂尝尝。但此时我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，因为我熬的时候只放了甘蔗汁和姜汁，那是不是说以后肚子疼的时候可以直接吃甘蔗呢？我最近换季老咳嗽，就想买点秋梨膏喝，但是外面卖的也不知道成分纯不纯，所以我索性买了450斤砀山酥梨，我打算自己在家熬点秋梨膏。但是梨这个东西吧，它属于是寒性水果，我看到一个做法是把梨先削皮炒熟，然后再放到一起炖，这样就能去寒了。好家伙，这些梨削皮插丝干了10来个小时，都要给我们累麻了。我心说，要是这么折腾完了还不能去寒的话，那我只能在炖的时候放上2斤羊肉了。然后煮梨肉的时候，我还放了点大枣、生姜、罗汉果。但是接下来有个很费人的事儿，就是要给这些煮熟的果肉滤汁儿。那挤汁儿的时候，我们老卖力了，挤出来的果渣比我拉都干。后来给那手爪都拧成鸡爪了，动2下就开始抽抽。一共挤出1桶半的汁儿，不知道最后熬完膏能不能剩下半桶。然后这玩意儿煮的时候还得全程有人看着，要不然说不准哪下就偷摸自己扑锅了。所以我们快速制定了一个值班表，并且把双人床也安上了。我真是没想到熬一个小小的秋梨膏，又他妈在家打人精了。后来我发现这方程床真行，算那装修一窍不通也能轻松搞定。然后为了增强秋梨膏的止咳效果，我还放了点川贝母。这玩意儿我一共才买了3两多，却花了我将近4000元呢。这换算下来比我命都值钱。就现在这个秋梨膏的成本呢，那别说咳嗽了，我估计我咳血都不一定能舍得喝。所以最后熬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吓死了，就生怕它糊了，稍微感觉有点不对劲儿，就立马换锅。整整熬了17个小时，1分钟没合眼，就一直在那不停的搅。那给水熬没之前，差点先给我熬没了。最后450斤梨没加任何水和糖，熬出了41斤秋梨膏，合来1斤成本掉150块钱了。但这绝对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熬秋梨膏了，这玩意儿实在太费人了。就这么说吧，第一天洗梨的时候，我看起来还人模狗样的呢。等做完所有东西之后啊，我靠，我爸看见我都得叫我一声大哥。我们最近呢，熬夜熬的实在太多了，老嫂们明显气血不足，姨妈来都不准时了。所以纵然有万般不舍，我们到底还是对自家兄弟下手了。我搞了一张40多斤的驴皮，寻思在家做点阿胶糕吃，但没想到上来就是逆风盘。这驴活的时候可能一辈子没啥愁事儿，那毛发异常的旺盛，完了还特别不好往下退。我们试了很多工具，最好使的是刮眉刀，但真的太慢了，从天亮刮到天黑，整整12个小时，我们才刚干完第一步。这活算是到现在为止的史上最难了，就别说史上了，我怀疑我祖上都没人遭过这个大罪。然后这驴皮焯完水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反出了一层黑的杂质，而且特别难去掉。就我的刀已经磨得很锋利了，但是在处理驴皮的时候，那叫一个削都削不动。这比刚才刮驴毛还变态，因为这个速度实在太让人绝望了。真的，我来到这美丽人世间也1万来天了，我感觉我从来没这么绝望过。就这个驴如果有在天之灵，我特别想发自内心的跟他说一句，咱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呀，哥们儿。
干了一天一宿啊，我们居然刚干完的准备工作。然后《本草中国》里讲，这需要熬9天9夜。我现在就别着急了，驴皮熬到第5天的时候，我们实在坚持不住了。我本来以为这个环节里没啥活呢，但这2天突发状况太多了，整的人都魔怔了，睁眼睛厕所都不上了，就惦记驴皮。然后这些驴皮一共熬出了将近5斤的阿胶，据说加工成阿胶块，这些东西能值上万，但这钱谁爱挣谁挣去吧，我肯定是不挣了。再熬下去啊，阿胶是值钱了，我可能也变无价了。后来这爹成型的时候，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，整整干了8天呢。从干到吃上，这完全是一个气血对冲的过程。要不怎么说阿胶是熬出来的呢？我发现这冻丝放这儿可太合理了。等这些吃完了，要再想吃，我肯定出去买去。外面卖的最多就是阿胶少、营养少，没啥别的毛病。但要说再让我拿驴皮熬一次呀，那整不好人都给熬没了。我前段时间被一个视频种草了富平柿子饼，那柿子饼金黄的，掰开还有点流心的状态，看着可给我馋坏了。所以我买了400斤富平柿子，我寻思我也在家做点。但是这玩意儿在家做很麻烦，因为没有什么太趁手的工具。这1500多个柿子，我们愣是一个一个拿挠子削的皮。而且这柿子饼在晾的时候，对温度和湿度都有很严格的要求。但是11月份的哈尔滨晚上已经零下了，就是它极有可能还没等晾成柿子饼呢，就先奔冻柿子去了。所以我们就白天拿在外面晾，晚上再搬回来开窗通风。就这么折腾了3天之后，柿子还真是一个都没动，但我们算是彻底凉透了。后来我寻思这天只会越来越冷，也不能一直这么折腾啊，所以我决定给这些柿子在家盖个小房子。有了这房子之后，我们的工作就轻松了很多，下雨下雪往屋里搬一次就行，其他时候我们就负责开门关门干好打更的活就行了。后来大冷的时候，我还上了点供暖设备，3000瓦一个的暖风机，我同时开了3个。外面零下20多度的时候，这屋里也依然保持恒温10度。就富平柿子饼可能是靠天养的，但我这纯是爱的供养，那真是一顿操作猛如虎，完那月电费2500。这柿子晾到缩水2/3的时候，再等几天就可以挑软柿子捏了。也就是在这几天里，我发现柿子棚里陆续多了好多这样空绳，问谁都说不知道。于是我干脆上了50把锁，每人分了10把钥匙。我算是品出来了，对于互相不信任来说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互相制约。然后这柿饼捏完之后就已经非常好吃了，皮儿有嚼劲，馅儿还有水分，这就是特别好吃的鲜食柿饼。但是据说捂出霜之后会更好吃，所以我们就一层皮儿一层饼拿着接着捂霜了。大概是捂了40多天，柿饼外面真的就结出一层很厚的白霜。我之前一直以为是裹的糖粉呢，没想到真的是自然结出来的。这柿饼因为捂霜的时候不是特别干，所以它现在依然是一个流心的状态，而且冷冻之后会更好吃，就跟吃冰激凌似的，感觉特别爽。但是因为没熏硫磺，只有少量的柿子饼是橙色的，大部分的还是有点发黑。不过真的每一个都是齁甜的。但我发现这玩意儿真不能多吃。那天下午我大概吃了10来个柿饼，结果一直到晚上打包的时候，我的嗓子还有点说不出话来呢。